福宝现在与新奶爸的感情简直不要太好。早上福宝出室外园区，在园区东逛逛西瞧瞧，逛了一圈后，福宝又走回室内的通道门口。他在窗户前当起了小监工，看奶爸给自己房间打扫的怎么样了。看到奶爸的身影后，福宝便安心了。福宝走回自己的小床上，开始吃竹子。福宝拿着数米长的竹竿，心想这竹子怎么看不到头跟尾啊？福宝回国后吃的竹子都比较原生态，超长的竹子一节更比6节强，一根能让福宝吃很久。福宝简单吃了一点，突然站起身，翘起了屁股，就这样屁股对着衣内缠起了青团。真是福宝的心思，你别猜。铲完青团又继续干饭。福宝从小到大都是这般不拘小节，简单吃了2口后又停下了。原来是奶爸打扫完房间了，福宝打算回去休息。福宝回国后营业不营业全看自己的心情，没有人能猜透福宝的心思。一会儿福宝再次出来时，福宝发现奶爸给自己的丰容里面放了一根大竹笋以及一块大胡萝卜。没想到福宝才展出没几天，徐奶爸就开始为福宝制作丰容了，而且还细节的延续了福宝采用竹子制作而成。福宝毫不客气的从小竹球里将竹笋拿出来。福宝发现无法将整根竹笋全部取出，聪明的将其中间掰断，先给竹笋尖尖吃掉。等竹笋尖尖吃完，福宝又精准的找到了刚才掉下去的另外半块竹笋。福宝现在剥竹笋的动作简直不要太丝滑。吃完竹笋后，福宝来到泳池边，在泳池边发现了几天前自己掉落的一根竹子。福宝捡起来就塞嘴里了。许多姨姨看了表示让福宝不要再试试这主意，不然一会儿奶爸又要被挂网上。此时的徐奶爸看了头顶都要冒冷汗了。瑞宝铲个青团还给自己舒服上了，是不是草地太柔软了？瑞宝舒服的直接躺下了，顺便还打了个哈欠，这是给自己铲困了吗？而自这周开始，瑞宝辉宝正式开始自己的室外生活了。早上姐妹俩一出门，江爷爷就在门口呼喊姐妹俩过来带姐妹俩去室外。哄进通道门口后，江爷爷赶紧跑到出口处，继续呼唤姐妹俩过来，给姐妹俩鼓励，害怕姐妹俩因为害怕又掉头走回去。姐妹俩出来后就坐在通道门口了，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应该是在等待爷爷。心想爷爷怎么不出来，怎么自己给自己关里面了？今天园区因为下雨，泥土比较湿润，很容易弄脏身体。辉宝心想，反正都要脏，那就脏个彻底吧。辉宝直接爬进小亭子底下，从小亭子下面钻了过去。但今天瑞宝就不太爱玩，瑞宝爱干净，出门后主要就是在通道门口徘徊，想着爷爷赶紧给自己通道门打开，让自己回去，自己不想弄脏身体。瑞宝相对于喜欢比较干净清爽的空间，瑞宝第一次经历下雨，下雨后园区潮湿感比较重，可能瑞宝不喜欢。瑞宝等了半天，爷爷迟迟不给自己开门，这才走去园区其他地方玩耍。从第一次出园区，瑞宝就对小瀑布感兴趣了。今天也先是来到小瀑布前检查了一番，等姐妹俩回到室内园区时，就只剩下睡觉了。或是因为下雨天温度和湿度对成年大熊猫来说是最舒服的时候，乐宝这里睡得格外惬意，爱宝这里也表现得很明显，在自己的小床上都打起滚来了。而姐妹俩则是睡在独木桥上，宝家生活充满着安逸与舒适。瑞宝这里铲青团还是那么有规律，就算自己跑去了室外的通道门口，但感觉到青团要来了，还是会等跑进草丛里后再铲青团。今天江爷爷在中国参加粉丝见面会，刘老送头，自己在家带娃。很多姨姨看到瑞宝和辉宝在韩国待得这么舒服，再加上很多杂乱的消息乱传瑞宝辉宝回国的时间，这次江爷爷在粉丝见面会上也正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复。瑞宝跟辉宝明年真的会回去中国吗？내년은 아니고요. 4세 이전에 돌아가야 되는데 루이바오 회이바오는 2023년에 태어났었으니까 27년도 아마 1, 2월 정도가 되지 않을까라고 생각이 됩니다. 근데 규정은 다 똑같기 때문에 루이바오 회이바오도 결국은 돌아가야 될 것 같아요. 瑞宝辉宝是2023年出生的嘛，基本上规定上是4岁以前要返还，所以预计可能是2027年。同时，宋爷爷的粉丝们也没让宋爷爷失望。虽然宋爷爷没有去成中国，但中国的粉丝们一直在江爷爷面前 cue 宋爷爷，还让江爷爷给宋爷爷打电话，真是太给宋爷爷画面了。不过江爷爷婉拒了，因为觉得老宋头在韩国太忙了。江爷爷开玩笑道，其实是怕老宋头抢了自己的因为粉丝想让江爷爷帮忙收下宋爷爷的海报。江爷爷表示，如果是自己的话还可以，老宋头的就算了，拿着还是。제 그림이면 받으려고 했는데 송바 그림이라고 싶지 않아요. 他说如果是画他想收，他是收。
老宋头这里等江爷爷回来后，肯定有小情绪。这2天就开始偷摸在瑞宝、辉宝耳旁说江爷爷坏话，例如江爷爷出去玩了，也不带咱仨，而且人家送咱们的小礼物，你江爷爷也不帮咱们收，等他回来，咱们一起对他生闷气。因为江爷爷走了，所以没法轮班了。老宋头这里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姐妹俩这里也没有为难老宋头。就比如昨晚下班时，姐妹俩也没有调皮，在老宋头给姐妹俩送来小零食之前，瑞宝这里就已经蹲在通道门口等着了。老宋头对姐妹俩讲，不用着急，还可以在园区玩一会儿，顺便还给姐妹俩送来了小胡萝卜。但试问爱宝为什么没有？爱宝来到老宋头的门口，问老宋头要属于自己的那块胡萝卜。老宋头表示，爱宝的胡萝卜太大了，下班前吃不完了，所以只能让爱宝回家再吃。姐妹俩这里吃完胡萝卜后，乖巧的来到通道门口等着。等通道门打开后，辉宝立马跑回了家，瑞宝这里也没犹豫，紧跟在后面。宝和辉宝彼此之间一定是有他们自己的交流方式。早上瑞宝、辉宝都在独木桥上睡觉，这时辉宝肚子传来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是辉宝的肚子提醒辉宝该起来吃点东西了。辉宝起身后看到姐姐身前有一捧竹子，于是辉宝小心翼翼地走到姐姐身边。辉宝害怕打扰到姐姐睡觉，所以动作很轻，有点蹑手蹑脚的样子。这时的辉宝够不着竹子，没有去责怪姐姐是因为她挡着，而是只怪自己的腿太短，明明就在眼前，自己却够不着。辉宝虽然在家小心，最后还是给瑞宝碰醒了。这氛围一下，给双方都整得有点不知所措。刚好这时竹子倾斜过来，辉宝咬下几片叶子，赶紧走去了另一边。瑞宝转过头，宠溺地看着自己的这傻妹妹。辉宝吃完这几片竹叶后，倒头继续睡去了。而在辉宝睡后，瑞宝醒了。瑞宝拿出一根竹子，想着递给辉宝。姨姨们不知道姐妹俩是怎么沟通交流的，但姨姨们能看懂瑞宝和辉宝彼此的小动作和小心思。一会儿姐妹俩醒来，姨母给姐妹俩送来了小零食和竹子。辉宝也就在圣熙阿姨这里能够如此的听话，可以被其随便摆弄。喂完小零食，再给辉宝搂进怀里，检查一下小牙齿。辉宝今天又可爱到犯规了，对不想回家的宝家老宋头又出手了。不过老宋头今天出手的对象不是瑞宝和辉宝，而是爱宝。今天下班点到了，此时爱宝正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玩耍，瑞宝这里独自在小木床上躺着吃竹子。瑞宝此时的状态舒服的太不像话了，实在不行给瑞宝送学校去了。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打开房门喊瑞宝、辉宝回家吃饭。此时听到门响的辉宝和爱宝也不打闹了，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默契的很。老宋头走进园区拍了拍手，这时先被吸引过来的是小滑梯上的辉宝。辉宝走过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看到老宋头关上了他的房门，辉宝一个急转弯就跑向了自己的通道。而这时的瑞宝此时翻了一个180度的跟头，从小床上翻了下来。瑞宝现在比辉宝都会整活了。瑞宝下床后和辉宝一样，都没有过多的犹豫，都是径直走向了通道门口。老宋头看着瑞宝、辉宝都回家了，爱宝这里还在犹豫，老宋头根本不给爱宝犹豫的机会。老宋头直接带着自己的诚意走到爱宝的面前，将一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摆在了爱宝的面前。爱宝看到后立马就走了过来，看来大熊猫的近视是选择性近视，对于胡萝卜爱宝但对于小苹果爱宝从来不近视。而这时的老宋头就蹲坐在门口看着爱宝，直到看到爱宝向自己走来，自己才走回房间。同时爱宝也走回了家，最后园区就只剩乐宝了。乐宝还在等待着老宋头会像对待爱宝一样给自己哄回家。老宋头也没让乐宝失望，老宋头站在通道门口呼喊着乐宝，表示爱宝已经在房间等乐宝了。乐宝哪能受得了老宋头的这句话，直接就从小木架上下来了。动光君早上怕不是拉了坨大的，这体重怎么从40千克直接干到37千克了？这怎么还减上肥了？是因为去室外因为太胖爬不到小树上而郁闷了吗？还是因为太胖上不去小床被姨母忍不住笑出了声的原因？这怎么还管理上身材了？这让爷爷看了又要心疼了。辉宝爬不上小树，爷爷看到后的第一反应不是直接笑出声，而是不断鼓励辉宝，还试图替辉宝寻找方法，让辉宝不要灰心，下次再试。그래 방법을 찾았어. 호이도 방법을 찾은 것 같아. 그렇지, 옆에 나무를 이용하는 거야. 아이, 못 올라가겠어. 호이 잘했어. 내일은 올라갈 수 있을 거야. 내일은 올라갈 수 있어. 이제 대나무 많이 먹어야 돼 이제. 而老宋头看到了，则开始研究是不是因为这个小亮台摆放的位置不行，是不是还可以改进一下小亮台。从不会去说辉宝体重的事儿，虽然辉宝听不懂胖是什么意思，
但爷爷们却怕辉宝听到心里去。而辉宝这里体重突然的下滑，让爷爷们也很迷惑，甚至有些心疼。姨姨们反安慰饲养员，猜想这一定是辉宝早上趁测量体重前拉了坨大的，给爷爷和姨母开了个玩笑。不过今天姨姨去看瑞宝辉宝时，这姐妹俩体型对比，果真看不出谁大谁小来了。辉宝这4斤青团可真管事儿啊！上周经过将爷爷对乐宝、爱宝的血压体检演练，在这周里，爷爷配合兽医们成功对爱宝和乐宝完成了他们的第1次体检。情况上和演练时一样，爱宝不管是面对奶爸还是兽医小哥哥给自己放置血压检测工具，都是显得很平淡。看爱宝的眼神，坚定的眼神好像要入党。在爱宝模拟体检时，将爷爷就夸过爱宝，而且自己还帮爷爷阻拦着瑞宝和辉宝。爱宝是完全信任奶爸的状态，而乐宝这里就显得没那么自然了。乐宝有种强撑着自己，硬着头皮接受的感觉。因为体检时绑带所带来的压力感，所以乐宝时不时的就会低着头，很不老实，生怕兽医是来谋害自己的。双开门大熊猫也有着自己柔弱的一面，就像将爷爷给乐宝模拟体检时一样，看到圣熙阿姨手里的血压检测绷带时一直不放心，时不时的去查看，然后再看向奶爸，想问奶爸姨母手里的那是个什么东西，不会是来谋害自己的吧？始终放心不下。当奶爸接过姨母手里的血压绷带时，乐宝直接表示拒绝，就连小零食都不吃了，直到将爷爷给爱宝搬出来。乐宝一听到爱宝，立马鼓起勇气，表示自己不能在爱宝面前丢人。乐宝此刻也是个为爱冲锋的战士，而之所以体检，则是因为爱宝和乐宝年纪大了，到了该养生的年纪了，而血压则是其中需要管理的项目之一。只不过乐宝这里跟爱宝比起来，胆儿太小了，明显还需要再慢慢适应。